大家好，这里是 GH， 今天总结一下1周年7天的游戏资讯。这里先说一下，我个人的理解能力真的十分有限，有的更新看了好几遍也没看明白。我先说比较容易理解的，营地上限再加 5%， 分数更高了，达到大13更容易了。宝可梦等级上限调整到60级，食谱等级上限调整到60级，这两点无疑是食材宠的大升级。60级食材开放后，食材产量会大幅增加，产量对食材队的影响，大家可以看这期节目。接下来说的是我个人的理解，有错误的大家可以指出来。食材包上限增加100，对于所有队伍来说，多攒100个食材，可以在冲击高分的时候多吃1到2顿饭，这应该是比较直观的感受了。但是对于食材队来说，100食材相当于一顿77料理的食材需求量，再加上一顿饭中后2个食材的需求量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大概能省出几个小时，不上食材宠，可以上开锅宠或者开激励宠，这样吃饭能力大幅增加的机会就更大了。具体玩法大家还是看这期节目。接下来是主技能累加，这个我个人的疑问是，换人累加清零会不会留一丝技能？如果是全部清零，那对于需要换队的玩法，活力就是一个问题，具体还要看更新后的情况。对于玩技能宠的玩家来说，总体上可以理解为技能发动次数更多了，而且也不排除往后能累积更多次。目前我想到的比较有用的技能是活力全体疗愈、能量填充、料理强化、料理成功、帮手支援、帮手加速。主技能升级，升级主技能，我个人感觉还是给氪金的玩家一些加成，对于各自的队伍都能起到提速、提高能量的作用。最后是帮忙速度的更新，我觉得可以分为2部分看。第一部分是持有上限，基本是常睡觉的宠都可以拿到的，增加的也不多，影响不大。第二部分我理解为超级赛亚人模式，一个3阶宝可梦用初始形态，每天睡10小时，200天后就可以增加 25% 的帮速。25% 的帮速相当于帮忙速度 S 加帮忙速度 M 加性格的帮忙速度增加。对于树果型宝可梦来说，绝对是加强。树果 S 加帮忙速度就是树果型宝可梦的关键。对于食材型宝可梦来说，帮忙速度增加，加快了达到持有上限的速度。到达持有上限后，就只有能量受益了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食材产量依然有增加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对于技能型宝可梦来说，目前版本游戏机制是宝可梦到达上限后不会触发技能。在8月更新之后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。如果到达持有上限后还是不能触发技能，那帮忙速度增加，对玩技能型宝可梦的玩家上线频率就有要求了。如果上线不频繁，到达持有上限后技能触发可能比较少。但是如果到达持有上限后可以触发技能，那即使不经常上线，也会有2次累加技能，对技能型宝可梦来说也是很大的加强。新的内容对游戏玩法的影响，8月更新后再做视频讲解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更新的部分讲完了，我想说一下关于游戏的一些争论。宝可梦 Sleep 已经1周年了，从今年年初修复 bug 到现在提高食材技能宠的能量，
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是一直在平衡游戏内容的，我相信以后宝可梦的各种搭配组合也越来越多。结合游戏内的奖励机制，几乎可以说一个普通的队伍都可以拿到每周大师3的奖励。如果想到大师20，那可以优化加强自己的队伍，靠各种活动也是有机会冲击的。所以玩家之间对比能量，进而提出玩法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。游戏不会因为你分数高就给你更好的奖励。我更希望追求分数的玩家把焦点放在冲击大师20上，根据现在的版本，根据自己的队伍，提出自己冲击大师20的想法。大家可以一起讨论，看看有没有可行性。冲击大师20后，总结一下这种玩法有哪些优势劣势，也可以给其他玩家做个参考。